龚俊主演的《暗河传》改编自周慕南的同名小说，是少年歌行衍生作品，共用同一世界观。《暗河传》的大结局，说到底是不是一场空？有人争了一辈子，命没了；有人守了一辈子，最后跑了。这暗河的风风雨雨，到底图个啥？这剧讲的就是杀手组织里的那点破事。一个叫暗河的地方，老大中了毒，快不行了。下面苏家、穆家、谢家三家人立马就炸了锅，个个都盯着老大的位置，还有那把叫绵龙的剑。整个故事就是苏沐雨保着老大家，苏昌河想着法子抢位子，乱成一锅粥。这暗河里20来号人的最后下场，有的让人拍手叫好，有的让人想骂娘。特别是苏昌河和苏沐雨这两个人，简直就是两个极端。20人名单全面那晚，弹幕刷屏最多的是一句：原来混江湖的尽头是连墓碑都没有。权力的游戏，谁玩得过谁？暗河不是门派，是账本，谁的名字被划掉，谁就能领棺材。20个核心高手，3个月内死的只剩空位，原因不是外敌，是内部涨价。杀一个人，以前30万两，现在翻3倍，雇主付不起，钱脆把中间人一起埋单。苏昌河第一个看懂行情，他先把自家叔叔推出去挡刀，再连夜把绵龙剑当抵押，换来研磨掌最后一层心法。功法说明书写的直白，练成者短寿10年，可入神游，但每月需饮至亲之血。他没犹豫，一刀捅了亲弟弟。苏沐雨晚了一步，等他提着伞赶到，弟弟的血已经凉了。他抱着尸体在雨里坐到天亮，天亮后把伞合上，说以后不再接生意。很多人骂他傻，暗河第一杀手说洗手就洗手，广告费谁出？他回宁是自己的，广告找阎王要。苏昌河这个人真不是个简单角色，他和苏沐雨一样，都不是苏家亲生的，但他心里的弯弯绕绕比谁都多。他心里装的只有权力，当初为了苏沐雨能去当个点灯的小厮，后来为了自己，谁都能踩在脚下。他确实有本事，最后真让他当上了暗河的大家长，还练了什么研磨掌，听着就挺唬人，能一下子进神游玄境，一下子又回来，战斗力绝对是暗河里的天花板。可那又怎么样呢？权力这东西烫手。他后来跟着七皇子掺和皇位那点事，结果呢，跟苏沐雨彻底掰了，还是让苏沐雨亲手给自己送了葬。苏昌河算计了一辈子，最后连自己的命都算没了，给自己安排了场盛大的葬礼，可笑不可笑？再看看那些为了权力丢了命的老家伙们，苏家原来的家主苏敬辉被苏昌河弄死了，穆家家主穆子哲想联合别的势力翻盘，结果也被苏昌河安排的明明白白，最后自己烧死了自己。谢家家主谢霸更倒霉，直接被自己师弟谢七刀给宰了。谢七刀最会算账，他算准苏昌河必反，提前把谢家资产换成银票，连夜送到雪月城。后来苏昌河败亡，谢家靠这笔钱东山再起，他自己没花到一分，在少年歌行里被萧瑟一枪爆头，银票成了遗产。谢家后人拿他开了连锁镖局，谢七刀当了谢家家主，后来在少年歌行里还不是被萧瑟给结果了。穆家的新家主穆青阳，最后为了保住同门，也死在了乱军之中。这权力谁拿到手里，都像拿了个定时炸弹。影宗3位长老坐在上面看戏，天官压苏沐雨，地官压苏昌河，水官压自己。最后水官赢了，因为苏昌河答应把暗河3成利润上交朝廷，可惜利润还没到账，苏昌河先被反噬，水官被同僚举报私通江湖，圣旨下来，满门抄斩。20人名单里最年轻的是19岁的苏白鹤，他第一次出任务，目标是前任大家长。苏昌河给他一把匕首，说捅完就转正。苏白鹤手抖，匕首掉地，被目标反杀。苏昌河在旁边看着，说心理素质不行，下辈子早点练。名单外还有个编外人员阿九，他不是杀手，是记账的，每天把死人名字划掉，再把尾数发给家属。最后1个月，他划掉19个，划到第20个时，笔断了。他抬头问管事：“我自己怎么记？”管事说：“不用记，你算工伤。”他没等到赔偿，被灭口，理由是知道太多。你看，这帮老头子斗了一辈子，最后全成了年轻人上位的垫脚石。苏昌河是赢了，但他迎来的江山，自己没做热乎就没了。一个苏沐雨守着道义归隐去了，一个苏昌河追着权力把自己玩死了。你说这暗河
到底图个啥？江湖儿女逃不过一个情字。说完了打打杀杀，再说说这些杀手的情感生活。苏沐雨这人脑子一根筋，认死理。他本来是吴建城的少主，拿剑的时候天下无敌，家没了就跑来当杀手，成了大家长最信任的龟。所有人都劝他放弃快死的老大，重新站队，他偏不。说好听点是讲义气，说难听点就是强。暗河总部最后一场火是苏沐雨点的，他淋了火油，把伞撑开，伞骨里藏的火折子落地，烧得比除夕还旺。他站在门外看，像看别人家灯笼。火灭后，他在废墟里挖到棉龙剑，剑身已经弯了。他把剑插进河床，说以后谁再提暗河，就先过这条河。江湖传言，苏沐雨归隐后去了男爵，开了间伞铺，卖30文一把，不还价。有人认出他，问他是不是当年一剑封喉的龟，他摇头说只会修伞。买伞的人走出巷子，回头发现铺子不见了，只剩一条河，河面飘着伞骨。他这辈子最幸运的事，就是碰见了药王谷的白鹤怀，两个人分分合合，隔了12年，最后总算是走到了一起。苏沐雨扔了剑，扔了杀手的身份，跟着媳妇开医馆去了。这结局算是最好的了。再看看沐雨墨，这个女人又美又能打，是暗河里的顶尖杀手。她喜欢的是唐门的唐连月，她偷了人家的指尖刃当定情信物，人家唐连月也知道，就是不拆穿。可他们两家有血海深仇啊，这是跨不过去的坎。最后暗河解散了，沐雨墨成了沐家家主，人到中年才去找唐连月，他俩到底成没成，谁也不知道，留了个念想。沐雨墨和唐连月的结局，官方没盖章。有人说他们在雷家堡外被伏击，一起跳崖；有人说唐连月回唐门领死，沐雨墨独身去了西域。更离谱的版本，两人根本没离开暗河，改行做情报，把价格标在糖葫芦上，哪个是真，没人敢核实。百年血仇摆在那，沐雨墨和唐连月再怎么互相惦记，也只能是中年重逢，能不能在一起还是个未知数。这就是江湖。可要说最惨的，还得是沐雪薇。这个姑娘就是沐家从小养大的一个杀人工具，练了一身毒杀掌，刀枪不入，但她自己就是个毒人。她喜欢了苏沐雨好多年，看着苏沐雨和白鹤怀甜甜蜜蜜，她也只能自己把苦咽下去。后来好不容易跟穆清扬有了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，算是有了点人味儿。结果呢，为了保护穆清扬，她被人强行把全身的毒都给解了，毒没了，她的命也没了，最后一个人孤零零的病死了。穆雪薇的死法最安静，她练毒杀掌，靠毒续命，毒一停，人就像漏气的风箱。最后3个月，她每天给自己配药，配完把药碗推开，说太苦。她没回穆家，穆家已经把她的名字从族谱撕掉。她死在客栈2楼，掌柜怕惹事，用草席卷了，扔乱葬岗。沐雨墨去收尸，只捡到一只耳坠。他回暗河总部，把耳坠放在任务榜前，说以后谁再接毒杀长的单，他就杀谁。没人敢笑，因为他身后站着唐连月，唐门长老之子，官方身份是朝廷钦犯，两人感情像走钢丝，下面全是刀。最可怜的还是穆雪薇，一辈子当工具，好不容易动了点情，结果为了保护别人，毒功没了，人也油尽灯枯，孤独病死。你看这暗河里的人，苏沐雨得到了爱情，放弃了江湖；苏昌河得到了江湖，丢了命；沐雨墨得到了家主之位，爱情悬而未决。穆雪薇呢，什么都没得到，连命都没保住。每个人选的路不一样，结局就天差地别。暗河档案室最后一份卷宗写着，组织存在137年，共接单94612次，错杀307人，漏杀58人，内部清算194人，盈利折合黄金700万两。卷宗末尾，有人用红笔添了一行，以上数字不含无名尸。黄金去哪了？苏昌河生前最后一条手令是，全部换成现银，埋于无名山，坐标只有他知道。他死后，朝廷、江湖3家残部翻遍地图，没找到那座山。后来有个樵夫上山砍柴，挖到1箱银锭，拿去县城换酒，被当成盗匪关进大牢。银锭充公，县太爷连夜升官。暗河没了，生意还在，价格继续涨，杀手换招牌，叫影卫，叫暗标，叫咨询，名字在变，账本不变。想退出的，依旧得先给自己买棺材。看剧的观众问，
到底谁赢了？弹幕飘过一句，赢的人不用出场，输的人连名字都留不下。荧幕暗了，片尾曲是唢呐，调子像送葬。这暗河传就是一个圈，一群人在里面挣扎，想往上爬，想逃出去，到头来真正解脱的又有几个呢？苏沐雨算是看透了，所以他走了，而那些没看透的都成了这黑暗河流里的一朵浪花，翻腾一下就没了。你说看完这些人的结局，你心里最不得劲的是谁？